饥肠辘辘的女人路过头等舱时，忽然看到富豪身旁放着一块饼干，于是她趁四下无人之际，偷偷爬到正在沉睡的男人身边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饼干放进嘴里。可令她没想到的是，她竟然无意间压到扶手上的按钮，自己的衣服被航空座椅卡住。为了不让对方发现，女人只好脱掉外衣，试图拉出卡在里面的衣服。不料她的举动被身边的旅客发现。虽然女人的动作会让人浮想联翩，但为了能尽快脱困，她只能不顾对方异样的眼光，小心翼翼地调转方向，然后再次用力。好在她有惊无险地拽出了衣服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珍妮内急想借用咖啡店的洗手间，却没想到只有消费者才可以使用。For customers only. 为了释放膀胱中即将爆炸的压力，珍妮打算随便买点东西成为上帝。可当她看到等待结账那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心中顿时陷入了绝望。正当她恳求那不屑一顾的服务员时，队伍中一个帅气的男人忽然喊住她honey, about to order. Do you want your usual? 当听到对方的话语后，珍妮立刻心领神会。Yeah, so maybe I'll just have a peppermint tea with 2 sugars. Thanks, husband. Can we get the bathroom key? 就这样，男人顺利地拿到钥匙交给了珍妮，甚至还贴心地帮助她拿着外套。男人的一举一动尽显绅士风度，这瞬间就让珍妮的内心升起波澜。于是她在洗手间内给姐姐打去电话，她忍不住要分享心中藏不住的喜悦，却一个不留神，钥匙链挂到了水龙头，珍妮的裤子瞬间就被打湿了一片。为了不被男人看到自己的窘迫，她不顾自身的形象，也要将裤子吹干。Are you okay? Okay. 好在有男人守在门口，在此期间并没有人使用洗手间。足足10几分钟过去，珍妮才吹干了裤子走了出来。在对男人道谢后，她才恋恋不舍地接过外套离去。没有等到男人的约会邀请，珍妮也只能矜持的语气道别。可就在她走到门口时，对方却突然叫住了她。So you're gonna ask me out now? Yeah, I am. 两人做了自我介绍后，杰克趁其不注意踩掉珍妮脚下的纸巾。随后两人结伴漫步在大街上，他们彼此介绍了家庭和过往的经历。仅仅1个下午的相处，两人对彼此就心生了好感。随后他们来到杰克的家中共进晚餐。I'm sorry, my life is a disaster right now. Might be turning the corner. You just met me. 在杰克幽默而不失风度的开导下，珍妮的笑声充斥了整个房间，两人也默契地抱在一起沉沉地睡去。第二天，珍妮率先在睡梦中醒来，为了不打扰杰克，她小心翼翼地钻出了对方的怀中，然后悄悄地拿着外套离开了公寓。Wait, I don't know. This guy is fucking great. I left before you could wake up. I don't know why. Why? What am I doing? 此时的珍妮才恍然大悟，她为什么要逃离这来之不易的爱情。与此同时，珍妮的不辞而别悄然离开，让杰克的内心极为糟糕，尤其是在好兄弟的面前，他不得不装作毫不在意吐槽对方。That I couldn't get her out of here fast enough. This girl's a disaster. She's a nothing. 当听到杰克的出言不逊后，刚才还笑容满面的珍妮顿时就像被抽离了灵魂。她一个人失落地走在寒冷的大街上，两人从此再也没有任何联系。直到6个月后，在朋友举办的一个酒会上，两人再一次相遇。You two know each other? Yeah, we met. Barely. Door's that way if you're looking to sneak out. I know that's your thing. Well, I am a disaster. 两人一见面就针锋相对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再次相遇。眼看气氛有些不对，三人立刻在远处琢磨两人的关系。他们虽然不知道珍妮与杰克有什么过往，但就目前来看，应该是一对欢喜冤家。所以众人想给两人创造单独聊天的机会，却没想到他们并未因此化解误会，反倒成为了明争暗斗的死对头。可没过多久，他们的朋友在澳洲举办婚礼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搭乘同一趟航班。Hey. Head of the wedding? Of my sister, yes, I am. It's a pretty long flight. Do you want anything from the front of the boat? No, thank you. I'm all good on creatine and small dick insecurity. Nothing small about me. 原本珍妮怀着美好的心情参加婚礼，却没想到遭到了杰克的冷嘲热讽。深夜，珍妮本打算去洗手间，可偏偏被人先一步占用。无奈的她只能选择去头等舱使用，却不料路过杰克的时候看到了一块饼干。或许是他真的饿了，又或许单纯的打击报复，他竟然偷偷地爬了过去，将饼干放进嘴里，但却不小心压到了椅子上的按钮。只见座椅瞬间升高，将他的衣服卡在里面。为了不被杰克发现他的窘迫，
珍妮果断将外套脱下，然后骑在椅子上用力向上拉拽，但由于衣服卡得太紧，她不得不调整姿势。最终经过她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在对方没发现的情况下将衣服给拔了出来。第二天，杰克的好友在机场迎接两人，还精心准备了彩色气球。Our sisters are getting married. How dope is that? I know, I'm so excited. Oh, great. All right, let's hit it. 先是我希望你的日子有个好的假期，祝你们终究一切顺利。他们没想到气球竟然是小黑借用的。随后两人不情愿地搭乘2个小时汽车，终于到达了举行婚礼的庄园。当珍妮见到自己的姐姐后，瞬间就忘记了一路上并不顺心的行程。可杰克却没有那么好运，因为他的前女友生活在这里，并且还是他好友的表姐。对方是个曾经伤害过杰克的女人，而这边还沉浸在欢乐中的珍妮也迎来了让人头疼的问题，只因她的父母开启了催婚模式，自己的姐姐即将嫁人，而她却刚与青梅竹马的男友分手，这不得不让父母为她担心。傍晚，众人聚在一起玩休闲游戏，可当珍妮与杰克在一组时，两人嘴上却总是针锋相对，甚至在争夺烟花时不小心造成了事故。他们不慎点燃了精心准备的婚礼花环，最终好好的聚会却因为两人的插曲被搅乱。随后众人猜测他们之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为了不让婚礼现场再次出现意外，大家决定给两人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。于是黑夫人让他们帮忙去游艇上取墨镜，尽管两人知道他们的用意，但作为晚辈他们只能答应对方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看着强壮无比的杰克没有多远就开始体力不支，无奈的珍妮只能拖着他向游艇前进。就当两人拿到墨镜后，珍妮突然看到令她不悦的一幕，原来她的父母竟然将前男友带了过来。为了能让珍妮尽快脱离单身，两位老人也是煞费苦心，可他们却不知道珍妮内心所想，她与前男友已经没有丝毫感情。于是珍妮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 You know, maybe we should do it. Just tell everyone we're together. What? It would solve that problem for me. 随后两人回到了庄园，并且当着众人的面前秀起了恩爱。他们的行为让珍妮的前男友感到失落，而两人的暧昧还不止于此，他们甚至在和众人登山的同时，用双手伸进对方的衣服里，以此来证明两人已经深入爱河的关系。但可笑的是，他们费尽心思的表演却并没有吸引众人的注意。傍晚，所有亲人们都聚在一起参加派对，为了让前男友彻底死心，两人再一次上演了恩爱的场景。他们站在船头模仿泰坦尼克号的经典画面，这一幕完全被众人看在眼里。而就在两人认为计划成功时，意外突生，珍妮竟然不小心掉入海中。看着越来越远的游艇，她拼命地呼救，而此时的杰克不顾自身的安危，竟然直接跳入海中，拼命地向珍妮游去。由于众人都在游艇上庆祝，并没有人发现他们落入海中，而这里的位置距离岸边太远，两人的体力也迟早会耗尽。就在珍妮感到一阵绝望时，杰克注意到了不远处的一个浮漂，他们就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拼命地向对面游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游艇上的众人也发现了两人，于是安保人员立刻呼叫了救援队。而这边爬上浮漂的两人渐渐地平复了情绪，经历了这次生死边缘的考验，两人的情愫貌似在悄然地生长，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敞开心扉。珍妮甚至说出了父母都不知道她退学的秘密，可杰克的内心却始终抱有疑问。 Why did you? And you scared the shit out of me. It wa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 felt fire and I had to blow it out. I was really hurt when you left, so I said all that terrible stuff about you to Pete. 最终两人解开了之前的误会，随后在这浪漫的场景下，气氛逐渐开始变得暧昧。但就在他们即将突破自身时，救援队的灯光忽然照射下来，深夜两人被送回了庄园。这次他们不再有所保留，径直地深入探索了对方的秘密，完成了上一次没有完成的事情。可令人费解的是，这次杰克居然打起了退堂鼓，也许是害怕珍妮再一次后悔，又或许是他对初恋情人恋恋不舍，他竟然趁珍妮睡着之际偷偷溜走。而这一幕却让准备全心投入这段恋情的珍妮伤心不已，她想不明白杰克为何会逃离自己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们貌似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，两人只希望尽快度过这无聊又伤心的派对，却没想到杰克不慎将珍妮退学的消息说了出去。于是愤怒的父母找到他兴师问罪。 You quit school? What? When were you gonna tell us? 此时珍妮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杰克泄露了自己的秘密，导致两人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痕。他们甚至当着所有人的面前争吵不休。珍妮在情急之下
竟然说出为了逃避前男友假扮情侣的过程。就在众人都在关注自己竟然被欺骗了时，一条流浪狗的出现打破了场面的僵局。好好的婚礼派对，竟然因为两人的恩怨搅得一塌糊涂。第二天，两人只能心平气和地参加婚礼。随后，珍妮主动找到了父母，并诚恳地对自己退学的行为道歉，希望能得到父母的原谅。一家人总是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，最终父母还是原谅了珍妮的行为。没过多久，他恰巧看到杰克正在跳舞。原来他的前女友得知是假扮情侣后，便想方设法要与杰克重归于好。可这一幕却让珍妮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情绪，所以她早早地跟姐妹们告别后独自离去。随后众人装作若无其事地谈论爱情，但却让思绪万千的杰克感到一丝不适。最终他还是忍不住询问了珍妮的去处。Do you know where she went? She said she wanted to walk around, do some people watching. I think I know where she might be. 于是杰克在众人的劝说下，猛地灌了一口咖啡后奔向海边，然后纵身一跃跳下了悬崖。他想使用这种办法引来救援直升机，这样他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找到珍妮。随后杰克快速地来到岸边，在救生员骂骂咧咧的警告下，他疯狂地跑到了珍妮的身边，而这鲁莽的行为也彻底打动了珍妮的内心。伴随着两人之间的误会被化解，历经磨难的两人也终于走到了一起。故事到此全部结束。